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只是一句老生常谈的口号，但当你真正把它和一部波澜壮阔的电影、一首直击灵魂的歌，以及一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，你会发现，它其实有着穿透岁月、直击人心的巨大力量。前几天，在贵阳举行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《四渡》全国首映礼现场，我通过屏幕关注着这一切。当歌手周深站在家乡的舞台上，首次公开演唱该片主题曲《渡》时，那种感觉真的很难用言语完全形容。他的歌声辽阔而悠远，声情并茂，仿佛瞬间把大家拉回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。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影视音乐和文化表达的人，我当时在心里默默感慨，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演出，更是一次历史与现实、宏大叙事与个体情感的完美共振。今天，咱们就借着周深和这首《渡》，好好聊聊这背后的故事，以及他给咱们普通人带来的深刻启示的回音与渡的美学抉择。不卖惨才是最高级的叙事。这是第一次为在家乡发生的著名战役拍摄的电影献唱。周深在台上这么说的时候，眼里是有光的。回到家乡贵阳，为四渡唱主题曲，这种地缘上的亲近感，让他的演唱多了一份难以言喻的松弛与深情。在聊到如何让演唱更贴合四渡主题时，周深分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幕后故事。他说，在歌曲《渡》的定调阶段，团队其实经历了反复的纠结和斟酌。大家面临着一个选择题，究竟是偏向沉重悲壮，去贴合战争的艰险与残酷，还是走细腻走心的路线，去刻画人物的内心，亦或是打造一种辽阔大气的曲风。听到这里，我特别有感触。咱们现在的很多文艺作品，一碰到历史苦难题材，就习惯性的陷入一种比惨的泥沼，刻意渲染悲情，仿佛不把人唱哭，不让人压抑，就体现不出历史的厚重。但周深和他的团队最终做出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决定，他们选择了高亢舒展、意境开阔的演绎方式。为什么这么选？因为结合整部影片的内核与四渡赤水的历史，这段征程虽然充满了艰难险阻，但它最终的走向是光明，是胜利。因此，歌曲没有刻意去渲染苦难，而是用偏高的音域、大气悠远的唱腔，去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它既描绘了壮阔的山河，也寓意了人生纵使历经曲折迂回，也绝不会偏离最终的目标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处理方式在审美上直接拔高了利益。它告诉我们，面对苦难，最好的态度不是沉溺于痛苦，而是拥有跨越苦难的胸襟。听周深唱渡，我感觉到的不是历史的沉重压抑，而是一种被托举起来的力量。他不卖惨，他给你看山河壮阔，给你看希望无限。这种光明叙事反而比单纯的苦难叙事更有直击灵魂的力量。光影里的开挂、奇迹与渡的三重境界，在观影过程中，周深用感动、紧张、震撼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感受。他特别提到，不少片段让他感动泪目，并且深深被毛主席的智慧决策所折服，从而更能理解新中国一路走来的艰辛。周深用了开挂这个词来形容四渡赤水，说所有的布局、预判与反预判都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。你看，这个词用的特别接地气，但也特别精准。在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绝境中，红军能够穿插迂回，声东击西，那种微操和战略纵深，简直就是艺术，是真正的神来之笔。周深还提到一个观点，影视主题曲和影片有着奇妙的化学反应，演唱歌曲时，自己已然成为电影的一部分。在他眼里，渡不仅仅是四渡赤水的战略转战，是先辈跨越生死的艰难跋涉，更是普通人直面困境，完成自我突破的过程。这段解读真的让我拍案叫绝。作为旁观者，我特别认同他对渡字多重维度的拆解。第一重是物理的渡，是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跨越赤水和天险；第二重是生死的渡，是革命先辈在绝境中趟出一条生路，完成了民族命运的救赎；而第三重，也是最打动我的一重，是精神的渡。它其实是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人生绝境时，如何完成自我突破的隐喻。这种从宏大历史到个体生命的映射，才是影视主题曲最迷人的地方。它让历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教科书，而是变成了咱们每个人都能共情的生命体验。从历史坐标到个人航向，周深人生的一度。看完影片再聆听渡，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成就感。周深感慨地说，四渡赤水这段历史不只活在课本里，更应该被更多的人铭记。记住历史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例，讲述了从学医转向音乐道路的过程。他说，那就是他人生的一渡，虽然受挫，却帮助自己找到了适合的方向。听到这里，我真的是会心一笑，甚至有点眼眶发热。
大家想想，一个被安排去学医的年轻人，内心对音乐的渴望该有多强烈？他放弃了世俗眼中安稳的常规路线，选择了一条充满未知、质疑和挫折的音乐道路。在转型的初期，他肯定经历过迷茫、自我怀疑，甚至外界的否定。这不就是他自己人生中的4渡赤水吗？在迷茫中迂回，在受挫中调整，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航道，迎来了现在的高光时刻。我特别想说的是，历史从来都不是故纸堆里的死知识，它是活生生的人生导航仪。周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记住历史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沉浸在过去的荣光或苦难中，而是为了汲取智慧。当咱们在面对自己人生的赤水河时，当你觉得前路漫漫，四面楚歌时，想想先辈们的智慧，想想周深当年的坚持，你就会明白，眼前的曲折和迂回，只是为了让你最终抵达那个更适合自己的终点。AI 时代的渡之哲学，人类智慧的不可替代性。如果说前面聊的是历史与个人，那么周深接下来的一段话，则直接把格局拉到了时代的最前沿。4渡赤水不仅仅是历史，更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诸多启示。周深认为，渡的本质就是有勇有谋的决策，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回转与曲折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抵达终点。无论是隐忍、灵活，还是根据现状调整战略，这些精神在 AI 时代都是不可取代的。这一段是我觉得整场分享里最惊艳、最有深度的地方，也是让我陷入长久思考的地方。咱们现在天天谈 AI， 谈大模型，谈算法，好像什么都可以被计算、被预测，甚至有人焦虑人类的工作和思维会被 AI 取代。但周深一语道破了天机，4渡赤水那种隐忍、灵活，根据现状随时调整战略的能力，是 AI 永远学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理解是， AI 的底层逻辑是基于已知数据的概率计算，它追求的是最优解和确定性。而4渡赤水的精髓，恰恰是在未知和绝境中打破常规，创造出反直觉的神来之笔。在信息极度不对称、局势瞬息万变的战场上，那种基于直觉、胆识、隐忍和灵活变通的战略决策，是人类独有的智慧火花。在 AI 时代，我们最不缺的就是算力和确定性，最缺的恰恰是这种在复杂混沌中保持战略定力、灵活变通的人类智慧。这不仅是历史给我们的启示，更是我们在未来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机器可以帮你规划路线，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在面临重大抉择时，那种有勇有谋的决断力，那种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的灵活性，才是你真正能够渡过难关的核心竞争力。12载初心不改，用歌声渡人渡己。出道12年，在娱乐圈这个瞬息万变、名利交织的名利场里，周深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敬畏与探索。他说，自己唱歌的动力源于歌迷的支持，也源于对舞台的珍惜。正如渡所传递的精神一样，我要用自己的歌声陪伴听众度过人生的难关，抵达理想的彼岸。周深在采访最后如是说，12年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是一个不短的周期，能在这个周期里保持初心，真的太难了。周深说，他的动力源于歌迷和珍惜舞台，这话听着朴实，但做起来需要极大的定力。他没有被流量裹挟，也没有在舒适区里躺平，而是一首一首的唱，把渡的精神内化到了自己的音乐生涯里。在我看来，他不再只是一个唱歌的人，他成了那个在岸边用歌声为你指路、陪你渡河的人。这种偶像与听众之间双向奔赴的羁绊，这种用音乐去抚慰人心、传递力量的使命感，才是音乐最顶级的价值。他用自己的歌声完成了从渡己到渡人的升华，一场首映礼，一首渡，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重，也看到了个体的坚韧。4渡赤水的硝烟早已散去，但那种在绝境中逢生，在曲折中前行的精神却永远鲜活。记住历史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愿我们都能像周深歌里唱的那样，在人生的长河中，无论遇到怎样的惊涛骇浪，都能保持隐忍与灵活，有勇有谋的